你有权利阻止我敲我自己家门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在房间里，你这属于扰民，你知道吗？男子把2400万的房子对外出租，结果却被租客反手卖掉，直接猛赚1800万。因此，男子想要回自己家，就会遭到房主雇来的保安阻拦，这让男子别提有多难受了。那么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眼前的便是房主张先生。据他所述，早在2014年，自己就在北京中心地带花费2400万买下了这套房子，但过去3年后，他因工作变动，需要常年在外出差，考虑房子闲着也是闲着，于是联系中介公司对外出租。很快，一名叫陈某的女子联系上了张先生。租房的时候跟我说是军官的老婆来北京改善生活。张先生对于陈某的家世非常满意，认为对方是个讲究人，肯定不会拖欠房租，于是双方很快就签订了租赁合同。然而陈某自打住进来就一直没交过房租。起初张先生联系陈某，陈某还能随声附和几句，表示很快就能交上房租。然而过了许久，张先生惊讶发现陈某竟联系不上了，吓得张先生立即回家。然而开门的却不是陈某，而是一名自称是房主的陌生人，表示自己花了1800万从陈某手里买下了这套房子。我很震惊啊，就是根本就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！他说花了1800万，张先生瞬间被惊得亚麻呆，缓过神后急忙报了警。然而经过警方深入调查，竟发现陈某是个彻头彻尾的诈骗犯，先后坑害了20名业主。你有权利阻止我敲我自己家门吗？不然你别敲门，这是你自己家门，这是你家门吗？人家业主，你上房主的门。我不认识你，这是你家门。你在房间里，你这属于扰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一个房子住一个陌生人，还不给我让房子，我就这个事儿我有点接受不了。男子把2400万的房子出租给一名自称是军官老婆的女人，殊不知对方是名诈骗犯，直接反手以1800万的价格把房子变卖。因此男子每次回自己家都会有保安制止，表示里面的房主再三嘱咐，只要有人上门就将其拒之门外。房主张先生无奈选择报警，警方也十分给力，很快就将陈某绳之以法。然而后经调查，惊讶发现陈某在几年间连续作案不下20次，涉嫌金额高达2个亿。眼前的便是受害者之一赵先生，他表示自己有着和张先生同样的经历，把房子租掉后就被变卖，随后新房主就拦着他不让进门，甚至还以私闯民宅为由报了警。当时我是很震惊，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业主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不速之客，而且还报警了。据赵先生所述，他的房子是花1200万买的，租给陈某之后，他就以500万的低价卖给了如今的房主，导致他只能被迫在外租房居住。每次拿着房产证上门和房主阐述自己才是房屋的真正主人，可对方却根本不信，拒绝搬走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占我们房子的人就是不搬。如果说想让他搬走，需要公安局给他出一个证明。公安局说我是假的，我不是真业主，那我们就搬走。我认为他这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，而且很无理的要求。目前张先生和赵先生只有一个诉求，那就是让这些房主搬走，让他们去找陈某索赔。调解员为了帮助俩人，便联系上了这些业主。那么对方会同意搬走吗？因为我一个房子住一个陌生人，还不给我让房子，我就这个事儿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必须的责任到时候自有公论啊，公安也好，法院也好，检察院也好，到时候自有公论。男子花2400万买的豪宅，出租给租客后却惨被偷家，直接被对方以1800万的价格转手卖给了其他人，导致男子无家可归。目前他唯一的诉求就是让现在居住在房子里的业主搬走，让他们去找卖房人陈某索赔。但业主却表示他也是受害者，除非法院让他搬走，否则他绝不会搬。为此张先生只好联系律师。对于我们原购房的业主来说，我们没有过错，我们本身将房屋出租是一个合法行为。租房子是对所有权的一个让渡，你只享有一个占有和使用的权利。如果你行使处分权了，这里边涉嫌诈骗。对于张先生遭遇，律师一口咬定陈某的行为涉嫌诈骗，所以购房人属于受骗者，应当尽快搬离房屋，随后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，而不是占着房屋不肯搬走。那如果你将这个房屋不还给原业主，那是没有法律根据的。他们要长期还在这里住，给原业主造成了相应的损失，那是要赔偿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购房者如果长期占用房子的话，也会涉及违法。事后张先生将此事转告给了购房者，购房者这下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，随后就尽快搬离了房子，并打算报警立案。而故事的最终，嫌疑人陈某退还了购房人的买房款，同时他还将要以诈骗罪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现在不能跟我讲母亲啊，母亲现在所有的事情有没有
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再管他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去问他？你去问他做了什么？我这只手就是他害的。残疾男子20年间独自照顾父母，期间他的亲生姐妹却不管不顾，导致男子欠下数十万债务，只能被迫卖房。谁知这时姐妹两人却突然出现，要求瓜分这笔卖房钱，就连照顾多年的母亲，却也要和女儿站在一起，让儿子把钱全部分给他们母女3人。这让儿子勃然大怒，大骂母亲要和其断绝关系。那么这一家人的矛盾最终能够成功化解吗？眼前的便是母亲张老太，膝下育有2儿2女。在过去的20年，她从来都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，2个女儿因嫁入豪门，都在国外有很好的发展，而大儿子也混得不错，是一家公司老板。唯独小儿子因多年前发生意外，从而落下残疾，自始至终都憋屈在家里。可就在几天前，小儿子却像发疯一般，不顾父母阻拦，要求把房子卖掉还债，同时还给哥姐发去威胁短信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他在 QQ 上发了很多威胁恐吓我的话，我看了内容，我无法理解。短信内容上显示，别把自己给逼急眼，不然就要你们的命。2名姐姐见状立即回国，然而却发现弟弟已经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并要求2名姐姐把父母带走赡养，他一个人去过丰衣足食的生活。我一回国之后呢，他就偷偷的把房子给卖掉了，把卖掉的钱都抓在自己手里。弟弟的这种做法让姐妹2人气炸了肺，同时母亲张老太也认为儿子做事太绝，决定伙同2名女儿瓜分这笔卖房钱。怎料儿子王先生却语出惊人，直言谁敢动这笔钱就剁掉谁的手。妈妈向我弟弟说，你把房子卖了，拿2、3万做伙食费。我弟弟说，你要拿就砍断你的手。残疾弟弟偷偷卖掉房产，并打算把父母赶出家门。身在国外的姐妹2人得知此事，立即回国要求瓜分家产。怎料弟弟竟放下狠话，直言谁敢动卖房钱，他就剁掉谁的手。对此，姐妹俩既气愤又委屈，表示这套房子是2人合伙出钱买的，为的就是让弟弟和父母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而且当初买房时，他们还提出只要弟弟好好赡养父母，那么这套房子就会无条件送给他。没成想弟弟却如此沉不住气，刚养了20年就忍不下去，只想着赶紧把房子转到自己名下，并将房子卖掉，把钱款据为己有。对于这种行为，姐妹俩当然不同意。既然弟弟无情，那就休怪他们无义，让弟弟把卖房的款还给我，我应有的那一部分应该拿回52万人民币。为了了解真相，调解员带着姐妹2人找到了弟弟王先生。可面对姐妹2人的控诉，王先生瞬间大发雷霆，表示自己20年来每天都在累死累活地照顾母亲，期间哥姐3人从来都不管不顾，外加他一个残疾人没有工作，为了供父母丰衣足食，他已经借了数十万债款，所以如今他卖套房子还债有何不妥？我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我欠了几十万，谁来给我担呢？你有给我担吗？我本身是个残疾人，你看我现在家庭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现在卖个房子还个债还不行吗？而事后王先生的一番话，也是让姐妹2人羞愧万分。原来他才是全家人里最可怜的那个人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不会跟我讲母亲啊，母亲现在所有的事情有没有？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再管他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去问他？你去问他做了什么？我这只手就是他害的。断臂儿子独自抚养父母20年，期间兄弟姐妹却从始至终都对母子3人不管不顾，导致儿子欠下巨额债务，只能卖房还债。结果从未露面的姐妹2人却从国外跑了回来，要求瓜分房产。更令小儿子王先生崩溃的是，他一直赡养的母亲却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起，而是加入了2名姐姐的队伍，要求他把卖房钱交出。为此王先生忍无可忍，决定和母亲断绝关系，他独自去赡养父亲。据王先生所述，这套房子虽然是姐姐买的，但从始至终都没有他的位置，父母2人1人1间房，他只能睡在沙发或是打地铺。同时王先生的父亲王大爷也是非常同情儿子，据他所述，儿子之所以落下残疾，完全都是妻子害的。原来就在儿子刚出生时，王大爷为了赚奶粉钱，便选择外出打工，期间妻子负责照顾儿子，但因为经常外出打麻将，导致儿子在家不小心被蜡烛严重烫伤，右臂因此面临截肢。自那之后，夫妻俩就整日吵架，直至如今。所以现在王大爷认为妻子永远欠儿子的。对于儿子卖房一事，他也双手赞成，反正现在他不愿再和妻子一同生活，只希望让儿子为他养老送终。对此，王先生也表示只愿赡养父亲，让2名姐姐带着母亲该去哪去哪，不要再来打搅他们的生活。我打包我老爸3个人养一个还养不起的话，那不好意思，那你去还。而姐妹2人瓜分卖房款的目的还未得逞，岂能就此作罢？于是打算把弟弟告上法庭。但王先生认为自己身患残疾，独自养了20年父母，
早已仁至义尽，是姐妹两人从未尽过赡养义务，所以随便他们怎么起诉，反正想要卖房款门都没有。那么你们觉得姐妹二人能够胜诉吗？故事至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